女扮男装在敌国为治8年，我和太子李树就斗了8年。最过分那次，他给我下了整包合欢散，又将我和一个老宫女锁在一起一整晚，目的就只是为了恶心我。而我得了自由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骑在他身上把他揍成了猪头脸。素来爱面子的他，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红了眼眶。后来两国关系有所缓和，哥哥亲自来接我回家。皇城外，我当着李树的面解下发带，扬起唇角。想不到吧，其实你那次根本没算计成我，猪头太子，后会无期了。我说完，骑着马扬长而去。2年后，李树登基，和亲的诏书也随之而来。他点名，和亲之人必须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报复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报复。大殿之上，哥哥将和亲诏书递给我，又将上面的内容复述了一遍。我气到不行，狠狠将诏书扔到了地上。李树一定还在记恨我当初揍他的事，才会想到这个办法来报复我。说起来，还是怪我自己太过莽撞，一时得了自由，便得意忘形，以为此生不会再和李树相见，就想着最后再膈应一下他。明明当质子这8年，我都不曾暴露过自己是女儿身，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！哥哥拍了拍我，安慰道：“乐儿放心，这一次哥哥无论如何也会护住你。”话虽如此，可我们到底只是个小国家，哥哥又该拿什么去和李树抗衡？他的身后不只有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子民。当初就因为我们是战败国，只能按照离国的要求送去人质，换取暂时的安宁。可父皇和母后就只生了我和哥哥。哥哥天资奇逆，德才兼备，将来肯定是要继承皇位的。而我自幼懒散，不是逃课就是打架，教书先生都被我气跑了好几个。穿上男装替哥哥去当质子，这个决定应该是我此生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。我在离国这8年，哥哥顺利继位，还把国家治理得很好，就连我能回家，也是他极力争取到的。往事重演，如果能再用我一人换取家国安宁，又有何不可？我捡起那封诏书，跪了下来。哥哥，乐儿愿意去和亲。半月后，和亲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与当初做质子时不同，起码陪着我的人多了些。一路紧赶慢赶，我们终于在20天后抵达了离国皇城脚下。前来迎接的人是李树的心腹张骞。那时他和李树同穿一条裤子，没少给我使绊子。如今也一样，他传李树的口谕，说按照离国习俗，我们不能立马入宫，还得在驿站停留3天。一旁的秋桐闻言，顿时气得不轻。离国国主什么意思啊？和亲是他们要求的，现在又将人拒之门外，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我冲他摇了摇头，吩咐众人前往驿站。李树这人当真是小肚鸡肠，我们一行人从白天等到晚上，都不见有人送来水和食物。秋桐趴在桌子上，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公主，我怎么觉得这离国国主不是真的想要和亲？连秋桐这个小丫头都感觉到了。来之前我就听说了，李树登基后封了丞相之女赵婉儿为皇后。那时我们一起在国子监上学，李树就曾夸下海口，说他登基那日便是娶赵婉儿之时。他做到了，自然不会愿意让心爱之人受委屈。和亲一事，除了报当年的仇，我想不到其他了。离国强盛，李树又支持者众多，我们惹不起，更没办法与之抗衡。离国不送吃食，我们就自己去买，有钱还怕饿着肚子吗？第2天一大早，我让秋桐带上人和银票，从外面买回了足够3天的水和食物。3天后，宫里的人来到驿站，我一行人顺利入了宫。还是我当初做质子时住的那座宫殿，时隔2年，我又住回了这里。偏是偏了一点，好在之前住了那么久，也都习惯了。秋桐跟其他婢女忙着收拾，我拿了锄头，来到院子里的桃花树下，循着记忆里的位置，我一锄头下去，却发现当年我埋下的桃花酿早已不知所踪。这时，头顶上方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：“你是在找这个吗？”我抬起头，看向树上之人，正是离国国主李树。恍惚间，好像又回到了10年前。那时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也是这副场景。
9岁的李树屈腿躺在树干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你就那杀猪国的皇子，长得真丑，五官都挤到一起了。我站在树底下，头仰得很高才能看见他。对于他这番极其不礼貌的发言，我十分生气，叉着腰，凶巴巴地解释：是杀楚国，不是杀猪国。你看着也不小了，连字都能念错，真是丢死人。还有哦，我不是五官挤在一起，我只是还小。哥哥说我长大后一定是我们家里最好看的人。树上的人轻嗤一声：光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两军交战，难不成用你这张脸去迷惑敌军？你，我拟了半天，就是想不到话来反驳他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人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树。你就是离国的太子。李树从树上一跃而下，稳稳落在地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从那之后，我和李树的梁子就结下了。一次古琴课上，我正昏昏欲睡，突然被一阵刺耳的琴声惊醒，吓得我当场从凳子上掉了下来。抬起头，见所有人都在盯着我。我后知后觉地看向最前方的位置，抚琴之人正是太子李树。他勾起唇，笑意未达眼底。姜皇子对孤的琴技有何见解？想到上次的不愉快，我站起身，毕恭毕敬地回道：见解不敢，就是觉得太子的琴声似乎对耳朵不是那么的友好。我已经说得很保守了，但课堂里还是传来一阵哄笑声。李树脸色铁青，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。姜乐，你很好。我缩了缩脖子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好不容易挨到下课，刚从学堂出来，就被人从头到脚淋了个透。李树的狗腿子张谦举着个木桶，呲着牙冲我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太傅让我教书的，谁知道你这个时候出来，真是太不巧了。我抱住自己的身子，生怕被人发现我是女儿身，顾不上其他，埋头跑得飞快。可当天晚上，我还是发起了高烧，反反复复病了大半个月，虽难受，但不用上学的日子实在是安逸极了。因此，我又装病了1个月。再回到学堂那天，就听见李树在跟众人吹嘘：赵家嫡女赵婉儿都知道吧？倾城之姿，我将来必定要娶她。噗嗤！我捂住嘴巴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李树才多大，就想着娶媳妇了？我其实很想忍住的，可能我们天生八字不合吧。我认命地闭了闭眼，因为我笑话他这一事，他没少找我麻烦。可我也是从小就被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受不了半点委屈。李树捉弄我一次，我就反击一次。8年来，我们之间的矛盾越闹越大，有好几次都闹到离国国主那儿去了。可我是质子，左右他们也不能弄死我。李树因此越发厌恶我，尤其是在看到赵婉身上带着我求的平安符后，开始对我展开丧心病狂的报复。最过分的那次，他趁宫宴上人多，悄悄往我酒里下了一整包合欢散。我一时不察，将酒喝了个干净。等发觉身体不对劲，已然晚了，拖着凌乱的步伐赶紧往住所赶，生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离国要是知道我是女子，肯定会有所不满。且不说会不会一怒之下杀了我，要是因我再起战争，那我便是杀楚国的千古罪人了。只是还不等我回到住所，就遇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李树。他看见我这副模样，别过脸，语气不善：孤本不想走这一步，奈何你太不识相，婉儿与我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又岂是你这种抵押品能消想的？此刻我浑身燥热，死死捏着衣裳领口，药物烧得我几乎理智全失，根本听不清李树在说什么。要不是一直咬着嘴里的软肉，我可能会直接扑倒他。见我不说话，李树拧着眉思索了半天，随后一咬牙，提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扔进了一处偏殿。身体触碰到冰凉的地面，我暂时恢复了些许理智。眼看面前的大门即将被关上，我心底涌上一阵害怕，想也没想，第一次低声下气地向李树求饶：李树，你不能把我关在这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可门还是关上了。思绪回笼，我抬眸，李树一身黑袍，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。2年不见，他的五官倒是长得愈发俊美了。此刻他手里拿着一个空了酒坛，
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我抿了抿唇，问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李树从树上跳了下来，将空酒坛扔回给我，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，不够醇香。嗅着李树身上传来的酒香味，我直接无语住了。不是，你都当皇帝了，怎的还那般幼稚？爬上树就算了，竟还来偷喝我的酒。记得13岁那年，李树第一次来偷我的酒，就被我发现了。当时我也没管他是不是太子，一脚踹在他屁股上，他摔倒在地，吃了一嘴的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姑下次还会来。”如今回想起来，8年的质子生涯，因为一直在和李树斗智斗勇，倒是没时间伤春悲秋。李树闻言冷哼了一声：“什么叫偷喝你的酒？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，更何况这酒还是在皇宫里，朕想喝就喝。”李树的话瞬间点醒了我，我到底在干嘛？面前之人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能被我骑在身下揍到鼻青脸肿的人。我后退几步，朝他行了个礼。李树看着我，没说话，也没让我起身。良久，我只感觉到腿一阵阵发酸。再抬起头时，发现李树不知何时离开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已经预感到了，往后我在宫里的日子不会好过。当晚，李树没来我的宫殿，他刚登基不久，后宫之中除了皇后，就只有我这一个妃子。按理说他该来的。第2天，李树还是没来。第3天、第4天依旧如此。先是闭门羹，接着赐我比冷宫还冷宫的宫殿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也得不到李树的宠幸了，因为这几天宫里都在传，李树每晚都和赵娃宿在一起。看起来应该是没我什么事了。如此正合我心意。趁着天气好，我和秋桐又往树下买了好几坛酒。李树的人就是这个时候来的。他们说李树一会儿要来我这，我当即不乐意了。凭什么他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？我收了锄头，立马躺到了床上。秋桐，等会儿陛下来了，你就跟他说我月事来了，肚子疼，见不了人。我只要一想到从小抖到大的人现在要躺在一张床上做那种事，我就忍不住起鸡皮疙瘩。很快，外面传来一阵动静。秋桐复述了一遍我刚才说的话。殿内安静了一瞬，一太监喊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陛下中了药，必须有人解才行。”李树中药了？难道赵娃不在宫里？我撑起身子，想偷偷去瞧一眼。就在这时，一双大手扯开了床前的帷幔，还不等我看清来人，就被一具滚烫的身体压在了床上。我挣扎着想起身，李树沙哑的嗓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别动，是我。”灼热的呼吸打在我皮肤上，我顿时紧张到不行。是你我才要动。我一个翻身，熟练地骑到了他腰上。李树见状松开我，眉眼含着笑：“你来动也不是不行。”我看着面色潮红，显然已经动情的李树，发觉此刻的他似乎有种要任我摆布的意思。我想了想，在他震惊的目光中，将他的手和脚都绑了起来，然后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“陛下，我动的你可还满意？”李树挣扎了一下，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拧着眉瞪我：“江乐，你还是不是女人？快给我松开！”我直起身子，双手抱胸：“陛下好像也不曾把我当过女人。还记得你给我准备的老宫女吗？我都懒得说，真真一口气没上来，就去见阎王了。我就是再饥渴，也下不去手啊。”听我提起往事，李树忽然不动了。那时我以为你是男子，所以陛下这是打算秋后算账吗？李树盯着我一张一合的嘴唇，喘息声越来越重。你先松开我。我才没有那么傻。我伸出手，在李树额头上摸了一下，果然滚烫无比，真中药了。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，燥热难耐，身上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。当初李树把我关进偏殿，我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不得不将发簪插进自己的大腿里，又在那个老宫女贴上我的时候，一掌劈晕了她，才不至于暴露自己的身份。谁能想到2年后李树自己也中招了，只是他一个皇帝，谁那么大的胆子敢对他下药？此时此刻，李树的意识逐渐模糊，闭着眼睛本能地来蹭我的手，嘴里呢喃着：“江乐，帮帮我，
我好难受。视线往下，因为方才的挣扎，他的衣襟微微敞开，露出小麦色的肌肤。随着他的喘息，结实的胸膛上下起伏。不能再看了。我承认，这会儿的李树确实很诱人，可我还没糊涂到这种程度。我们可是死对头。我叫来李树身边的太监，想了想，说道：陛下深爱皇后，不愿让我侍寝，你们赶紧将陛下抬去皇后的寝宫，要是耽搁了，陛下的身体出了问题，小心脑袋搬家。几名太监看着床上被绑住手脚，还不断用身体去蹭被子的李树，似乎明白他们的陛下已经完全失了理智。一群人这才风风火火地将人抬走，世界终于恢复清静。我重新躺回床上，不想翻身时，却摸到了一手的黏腻。我放在鼻尖闻了闻，猛地反应过来这是什么。李树，你陪我被子。几天后，我才从一些宫女口中得知，那天他们刚将李树抬出我的寝宫不久，李树就清醒了过来，随后一言不发地回了养心殿。我又好奇地打听了一下，得到消息，赵婉确实在那天出宫了。因此，我对李树的怨恨又增加了几分。他一定是故意羞辱我。算算时间，我进宫已经有2个月了。因为赵婉不喜热闹，特意差人过来交代，让我不必向他请安。这么久了，我还是上次在宫宴上远远地见过他一面。这次去万福寺为百姓祈福，他主动跟李树说，让我也参加。李树倒是同意了，但却故意给我安排了一辆很小的马车。山路崎岖，我和秋桐挤在一起，头时不时会磕在轿厢上。秋桐看着我都快哭了。公主，咱们就非得去这万福寺吗？我叹了口气，难不成你想抗旨？秋桐撅着嘴，噤了声。也真是难为他了。我跟李树不对付，连带着他们也跟着遭殃。好不容易到了这万福寺，刚掀开轿帘，就看到李树扶着赵婉从一辆既豪华又宽敞的马车上下来。两人往哪一站，宛如一对璧人，着实般配。我跟在他们身后，一起入了万福寺。祈福的流程繁琐，一整套下来，我早已饥肠辘辘。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吃饭了，赵婉却突然找了过来。秋桐和我一样，顿时一脸警惕。赵婉勾唇一笑，这是干嘛？我长得这么吓人吗？可不是，当初就因为一道平安符，李树百般算计我。如今我们的身份都是李树的妃子，按理说是情敌，他找来能有什么好事？赵婉却在这时拉住了我的手，将一道平安符放到了我掌心。这是我亲自为你求的，算是还你的。我看着他，真觉得他是故意的。当年我的身份是质子，却不得不跟着众人来为离国的百姓祈福。赵婉也在其中，他在上山的过程中崴了脚，却不敢跟家里人说，一直坚持到山上，才敢躲在没人的地方哭。我路过，正好撞见这一幕，安慰了他几句，还把自己求的平安符给了他。但我怎么都想不到，一个无心之举会给我带来祸事。我将平安符还给了赵婉。娘娘，陛下为国事操劳，要不平安符还是给陛下吧。李叔那么在乎赵婉，没准又要拿此事做文章。来离国之前，我就打算好了，我是来和亲的，得多活几年才不枉我走的这一遭。争宠什么的，还是留给别人吧。赵婉闻言，垂下眸子。那好吧。赵婉走了后，我和秋桐重新坐回了饭桌上。公主，是不是我的错觉啊？我怎么觉着这皇后娘娘没有恶意？说实话，我也感觉到了。可哥哥说了，人心难测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和赵婉总共也没见过多少次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下山时，不知道为何，心底总是萦绕着一股不安。马车也比上山时颠簸得更厉害。秋桐可能中午吃多了，这一晃就忍不住想吐。我正准备让车夫停下来歇一歇，马车外就传来一阵兵器打斗声，有人喊了句：“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”紧接着，一支箭矢嗖的一声飞进了马车内，差一点就射到了秋桐。这一下，秋桐直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公主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们的马车本就在队伍最后面，刺客一出现，侍卫都在往李树的马车靠拢。毕竟他是一国之君，理应先护他。我抱住秋桐，
听着外面的厮杀声，心里也没底。应该不至于吧？我们又没有得罪谁，杀了我们又有什么用啊？我话还没说完，车夫就血淋淋地倒在了我们面前。秋桐似乎反应过来，一把冲到我面前。公主，你不能有事，我掩护你离开。他说话时连嗓音都在颤抖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说道：要走一起走。随着车夫倒下，刺客也顺利发现车厢内的我们。我心中大骇，知道今天是在劫难逃了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李树却突然提着刀赶了过来。他3两下解决了那几名刺客后，跳上马车，看向我的目光中带着明显的担忧。你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想说没事，却因方才太过害怕，一时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李树一把提起我，带着我出了马车，侍卫也立马围了过来，形成一个包围圈。到这时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李树怎么会特意绕到后面来救我？赵婉呢？厮杀还在继续，所幸李树今天带的人够多，加上援军也到了，刺客很快就被降服。李树全程都带着我，因此身上添了好几处伤。随行御医想要为李树包扎伤口，李树却看着我：你来。我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自己。李树抬了抬下巴，又说：跟朕上马车。怎么说，这次李树也算是救了我。马车内，我低着头为他清理伤口，李树一直盯着我，我们谁都没有开口。直到我不小心将纱布绑得太紧，李树嘶了一声，说道：你想谋杀亲夫啊？我瞪着他，却还是将动作放轻了一些。半个时辰后，李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总算都包扎好了。他光着上半身，饶有兴致地盯着我。你为什么不敢抬头？他这不废话吗？打从出生以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没穿衣服的男人。你先把衣服穿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要是不呢？我实在没忍住，白了他一眼。李树，能不能别闹了？这才有点像你原本的样子。李树没头没尾地接了句。我问他：你的皇后呢？为什么不让她来？李树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：哦，她受了点伤，不太方便。看着李树这般不在乎的语气，我顿时觉得无比恼火。你为什么丢下她来救我？你不是那么喜欢她吗？怎么忍心让她受伤？李树一点一点逼近我，充满磁性的嗓音落在我耳中。江乐，我做的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明显什么？李树愣了一下，似乎是被我气笑了。江乐，你是猪吗？看吧，还说不是在报复我。当年我骂了他一句猪头太子，他也要骂回来。我转过身，索性不再理他。今天他丢下赵婉来救我的事要是传出去了，那些人还不知道要怎么做文章。赵婉的父亲官拜丞相，可以说是只手遮天。我无权无势，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些人的眼中钉。李树这是存心要害我啊！我真是一点没冤枉他。这不，伤还没好，又要让我侍寝。我洗得香香的，被那些人抬到了他床上，不能动，也不敢动。李树进来的时候，我因为一直保持一个姿势，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。看见他的脸，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：救救我。李树脸上闪过诧异：他们对你下药了？啊！我摇头：不是，是脚麻了。李树松了口气，伸出手，他想将裹在我身上的被子扯开一些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我就这么水灵灵地滚到了地上。故意的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一时间，我不知道该捂哪里。李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想起拿被子重新将我裹住。你怎么比之前轻了？我窝在被子里，小心翼翼地探出一个头，快要哭了。李树，你还有什么招一次性使完吧？我知道你让我和亲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。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笑你的琴技，不该打你，更不该骂你猪头。李树，不，陛下，我真该死。但你能不能看在我酿过酒给你喝的份上，饶我一命？我每说一句话，李树的脸色就要黑上几分，导致我的一颗心也七上八下的。半晌，李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谁说我让你和亲是为了报复你？是江阳说的。不是哥哥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我急着解释，我跟他之间再怎么闹，
顶多他不高兴杀了我。可哥哥不一样，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差楚国。李叔又说，还有，你酿的酒我那次不是靠偷才能喝得上。我想了想，说道，那我以后酿的酒全给你喝，你就别报复我了，行不行？李叔闻言微微挑眉，倒也不是不行。这时李叔躺到了床上，我的一颗心又提了起来，装傻充愣了好半天，怎么还是逃不过侍寝啊？李叔一翻身，隔着被子搂住我，说道，睡觉吧。意外的是，李叔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动作，好像真的只是睡觉。我长舒了口气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只是睡得迷迷糊糊间，好像听到了一道声音，江乐，你穿女装真好看，不穿也好看。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李叔已经去上早朝了。我检查了一下，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感。回去泡了个澡，心总算落到该落的位置。虽说我和李叔没发生什么，但侍寝的消息还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皇宫。昨晚我和李叔达成了约定，倒是不用再担心他报复我了。他是皇上，君无戏言。可赵婉儿就不一定了，到现在我都没摸透他的心思，是敌是友尚未可知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去拜访一下他。赵婉儿住的宫殿和李叔的养心殿没隔多远。我到了后，宫女说赵婉儿在佛堂，让我自己进去。我吩咐秋桐在外面候着，提起裙子就往里走去。可我做梦都没想到会看见这样一幅场景。佛堂檀香氤氲，烛火摇曳，赵婉儿一脸虔诚地跪在佛像前，手里还紧紧捏着一串佛珠。可她的侧边同样跪着一名英俊的男子，那男子闭着眼睛，身子完完全全贴在赵婉儿身上，似渴求似讨好般地含住赵婉儿的耳垂。赵婉儿没有推开他，而是拧着眉默默忍受着。男子见状更加过分了，薄唇沿着赵婉儿的侧脸精准地找到了她的朱唇，随后吻了上去。女子的嘤咛声，男子的喘息声，在这个不大的佛堂内响起。我被这幅画面惊到目瞪口呆，好半天才想起将自己藏到柱子后面。还好里面的两人十分投入，并未发现我的到来。不多时，赵婉儿推开那男子，说道，你且再等等吧，应该很快了。那男子抱着赵婉儿不肯撒手。又是等，这句话我早就听腻了。婉儿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吧，我进一次宫不容易。饶是我没经历过情事，也该知道这两人是在偷情。赵婉儿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？这可是皇宫，要是被人发现，那可是死罪。突然有点心疼李树，他从年少时就开始喜欢的人，如今却背着他爱上了别人，刺激，太刺激了。可这事跟我没任何关系，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虽然有点替李树不值，但他自己不也娶了2个？以后还会有更多好看的女子进入皇宫。赵婉儿不过是做了和李树一样的事。想到这，我正准备悄无声息地退出去，后背却突然撞到一堵肉墙。我惊恐地转过头，居然看见了李树的脸。你呜！李树捂着我的嘴巴，将我拉到了一处偏殿。我惊魂未定，瞪着李树好半天，才磕磕绊绊地问道，你也看见了？这种皇家秘闻可以李树一个人知道，也可以我一个人知道，就是不能我俩都知道。李树这会儿肯定觉得丢了面子，毕竟那可是他亲封的皇后。救命，他不会杀了我灭口吧？毕竟我在朝堂的影响力远不如赵婉儿。想到这，我扑通一声跪在了李树面前。陛下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的。这皇宫真是步步惊心。以前当质子的时候，起码还不用天天担心这条小命。果然，当什么都不要当这后宫里的女人。我抬起头，想偷偷看一眼李树的反应，不想他也正盯着我，一脸严肃。可是只有死人不会说话。果然，李树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左右逃不过一死了。我疼得站起身，骂道，李树，你果真是心狠手辣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还以为你当上皇帝后会是一位明君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李树目光森冷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，继续。这会儿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，一鼓作气说了一大堆。继续就继续，赵婉儿不过是犯了你们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
你可以选妃，他怎么就不能找小男人了？是你狭隘，是你没度量，你凭什么杀我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你要是有种，就成全他们啊，而不是跑来跟我过不去。李树忽地勾唇一笑，这下对味了。我愣住，这人不会是被我骂傻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李树靠近我，目光不似方才那般冰冷，反而变得异常灼热。还有想说的吗？一次性说完。我瞪着他，总有种自己被他耍了的感觉。说就说，可下一瞬我就怂了。其实我还不想死。噗嗤，李树似乎是被我逗笑了，捧着肚子笑了好半天才直起腰。江乐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在的那2年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快乐。等等，这是跟我不在的那2年有什么关系？李树牵起我的手，带我来到一处种满海棠花的院子。这些都是我亲手种的，喜欢吗？我看着他，还是有点转不过弯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海棠花？这时脑海中闪过一些细碎的片段。有一年春游，我瞧见一处地方海棠花开得正好，就悄悄脱离了队伍，想独自去欣赏一下。那一束海棠花开得着实茂盛，我忍不住折了一指。李树却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，还阴阳怪气地说了句：娘们唧唧的，还不快跟上？我也没跟他客气，一脚踹在他小腿上。摘朵花就是娘们了？那你上次被我揍哭，岂不是更娘？李树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回想起往事，我有些忍俊不禁。你该不会在那时就喜欢上我了吧？李树想都没的反驳，谁说我喜欢你？我点点头，哦，原来你不喜欢我，是我想错了。我还寻思，他居然就这样放过我了。放过我就算了，还带我来看海棠花。他不是喜欢我，难道是要和我拜把子？李树又急了，也不是不喜欢，那就是喜欢了。李树，你还是不是男的？下一瞬，脸被人亲了一下。我看向李树，脸像被火烧了一般。可想到他之前做的那些事，心里还是有气。抬脚踹了他一下，凶巴巴地说道：谁允许你亲我了？刚刚还说要杀我，真当我这么好糊弄的？我气鼓鼓的就要走，李树又拉住我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李树告诉我，其实赵婉儿的事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，甚至还是他默许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从小就喜欢他？李树坦言，是啊，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喜欢的人是他，直到我在皇城外看到那个头发散开笑得肆意张扬的女子，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我以为我不停地跟你作对，是讨厌你。当看到赵婉身上带着你求的平安符时，我心里的醋意几乎要将我淹没。我不可能会承认自己喜欢上了一个男子，所以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，赵婉才是我将来要娶的人。那时你向我坦白身份，天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。这不一坐上皇位，就开始谋划着要如何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其实有些事我心里大概有个底，只是一直没细想过。李树要真厌恶我至极，当时以他太子的身份，随随便便都能弄死我。我们确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也乐得和他斗，不然8年的质子生涯，我一个人该怎么熬过来？这一晚，我宿在李树的养心殿，他跟我讲了关于这2年的事。其实李树的称帝之路并没有那么成功，当时他差点就输给了6皇子，是赵家一直在背后支撑他，他才能走到今天。可赵家也不是没有条件的，他们提出，要是李树顺利继位，便要封赵婉为皇后。李树答应了，因为只有先坐上那个位置，他才能拥有更多的权利。不想新婚夜，赵婉便和李树坦白了。他说他有心上人，入宫是被家里逼的。李树当时还咯噔了一下，问赵婉：你的心上人不会是那杀诸国的皇子吧？李树一直没把我是女子的消息告诉给任何人，他想到我之前和赵婉有过交集，故而这样问。赵婉却看着他笑了，说了句：那不是你喜欢的人吗？我凑什么热闹？李树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。之后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不得不装出一副恩爱的样子。我躺在床上支着头，听李树讲完了这2年的事，又忍不住好奇，
问他那赵婉喜欢的人到底是谁？你还记得他之前那个表兄吗？记得，就是武艺特别高强的那个。赵婉的母亲对他一向严格，挨打挨骂都是常有的事，童年唯一的甜大概就是来治他的那位表兄。说到这，我又不由想起去万福寺那次，他甚至不敢在家人面前落一滴泪。可是李树，他们这样也不是办法，你能不能帮帮他们？李树撑起身子，若有所思。那你说，朕该怎么帮他们？对啊，你都是皇帝了，还不是你说了算？我还记得那天有个人一脸倨傲地说着什么，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。闭嘴！李叔捂住我的嘴巴，一脸不满地看着我，连朕都敢挖苦，看你是活腻歪了。李叔说着，一个翻身将我压在身下，我顿时紧张到不行。那个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江乐，我给你准备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吧？我甚至都对自己下了那种药。李树，你害不害臊？我睡自己的夫人，有什么好害臊的？我想故技重施，再骑到他身上去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半分。李叔用嘴咬开我的衣服，含糊不清道：每次都让着你，真以为我打不过你？李树，你卑鄙无耻！我和李叔打了一晚上的架，最后还是被他得逞了。早上我累得连根手指都动不了。李叔低下头，亲了亲我额头，说道：你接着睡，不用着急起来。我闭着眼睛哼唧了2声。之后的一段日子里，我几乎都没怎么下过床，天天和李叔打架。后来打得实在累了，我求他，能不能让我歇2天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再去选几个妃子进宫吧。怪不得赵婉不要他，可我一个人真的吃不消啊。李叔一边埋头耕耘，一边说道：朕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，就稀罕你这一款。李树，你属狗的吗？轻点。我和李树就这么吵吵闹闹的过了2年，期间他一人舌战群臣，愣是没在那一个妃子。后来小太子出生，那些人也就闭嘴了。这2年，我和赵婉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她帮我带孩子，我帮她打掩护，日子倒也不会太无聊。直到一桩贪污案上出现了赵丞相的名字，李叔念在旧情上，没有直接罚他，而是让他告老还乡了。一代权臣就此陨落。没过几天，赵婉也来跟我告别。我要走了，李叔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切，我今晚就出宫。我抱着他，真心不舍。你走了，我跟谁玩去？赵婉眉眼含笑，声音说不出的温柔。你马上就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，哪还有时间玩？等小皇子出生后，我要是能找到机会，就回来看你们。恰好这时，李叔也来了。赵婉松开我，看向他：我相信你一定会一直爱江乐的。李叔笑了笑：你不用点我，我会的。赵婉走后的第10天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发动了。李叔趴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让我吸气。我疼得鬼哭狼嚎，死死掐着李叔的胳膊。一炷香过后，终于传来了孩童的啼哭声。李叔没有动，嘴里默念着：一定要是个公主啊，拜托了。产婆抱着孩子，一脸欣喜的过来：恭喜陛下，又是个小皇子。李叔看都没看孩子一眼，拉着我的手，快要哭了出来。乐儿，咱明年再生一个，我就不信生不出跟你一样漂亮的小公主。我闭了闭眼，使出全身的力气骂道：滚啊！谁再让我生孩子，我跟谁急。话说，养的孩子应该能保杀楚国几10年安宁了吧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